山图儿台风已经生成，有逐渐增强的现象。而究竟什么样的时间点影响台湾最严重呢？时间交给梦洁。好，没错，这台风山图儿真的要来了，提醒观众朋友，这个相关防灾工作赶快做起来。而在画面上面你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好，在我右手边这边的呢，是因为台东以及往返绿岛的船班，还有兰屿、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船班，在今天现在开始呢，就已经是停船班了，所以呢，这个是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一些居民好在把握机会，上午的时候赶快呢要来搭船回家，这些就是相关的一些物资或者是防台工具。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游客哦，因为这个台风来袭，所以他们只好赶快计划生变，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大排长龙，大家呢都在等船，毕竟这个飞机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了。这一次台风可以说是哦，不只是东部会先有感，之后周二、周三呢是全台都会有感，而现在呢可以明显看到反应在哪边呢？就是在菜价上面了。你知道吗？今天在菜市场竟然标出了一颗高丽菜破300元呢，但是大家买不买？还是买？你可以看到啊，其实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抢菜潮，因为呢现在贵，但是你可以想见呢，如果说这个台风肆虐过后，这个菜价只会更贵嘛，所以大家呢今天还是想说，那贵好吧，那就还是买那。以免呢之后来台风过后再来买，这个价格恐怕会再更高。这一次这一颗台风呢，为什么会说它不容小觑？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发展非常的好。因为呢，可以看到下一张是在我们的海温图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图儿，它大概就在这个台湾东南方海域的这个位置上面，而它附近的海温你看到了吗？红红彤彤的，就是因为啊，你看这边是31度，那主要呢这周遭呢是30度，这对于台风来讲哦，他们可能是非常好来利于它来发展的。好，再加上说现在这个垂直的风切小，也就是说这个风啊不容易被它吹散，云跟风不容易被吹散，所以利于它来发展。而预计呢，它也会将继续的茁壮变胖来靠近台湾。好，再看到下一张图表呢，则是在讲到说它的潜势预测图。这个轻度台风山图儿现在在距离台湾的鹅銮鼻东南方62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打转发展当中，而且预计呢，它在明天周日的时候呢，会发展成中度台风，并且呢，气象署也说最快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发布海警，而且他们也说不排除发布陆警。尤其哪些县市要注意呢？就是在东半部宜花东的地区呢，这边最有机会先发布海警、陆警。那如果说这个路径呢再继续往西来偏的话，不排除再继续扩大。好，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好，真的台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尤其大家最头痛的是它影响的时间会偏长。好，那么明天呢，海警可能最快会发布，接着很快的就是陆警了。大家要问哪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会最先感受到风雨呢？梦洁。好，没错，燕子刚飞走，现在又有一个台风了，它叫做山图儿。我们先来看看它最新的动向，它会怎么走。山图儿现在大概是在我们鹅銮鼻东南东方620公里上面的海面上正在发展，可以说是它停滞不前，正在蓄力当中。而在周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它就会开始北转了，而且预计它强度也会来到中台。现在呢，它的方向是往西来前进，而速度的话，你看到每小时4公里而已，是非常非常的慢。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的在变胖变强当中。你看到它的中心风速已经来到了每秒18公尺，而气象署预测它还会继续上修，来到每秒40公尺，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中台等级的状况。好，透过下一张图表，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就是说，它未来的降雨趋势，刚刚我们嘉文姐有提到说，未来到底哪些地方会首当其冲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从周一开始的时候，东半部地区就会明显感觉到降雨了，尤其是在台东、花莲的地区，你看到红彤彤一片。那接着呢，再往北或者是往中南部来扩散。再来，我们看到旁边，也就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就落在了礼拜2还有礼拜3，算是上半天。
天，所以大家才会很关心说，到底是不是有台风假可以放？你看到现在这个是降雨趋势，它在东半部的地区已经持续的在加剧它的风雨。另外，在北部的地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雨也是下得非常猛烈。北部呢，山区的部分还有中部的山区，你可以看到几乎是下到已经反白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这个雨势的标准的最高标，会非常的可观。所以相关防台一定要赶快做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比较趋缓呢？要到礼拜4的时候，10月3号。你看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整个台湾还是有雨的哦，所以呢，到礼拜4其实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但是这个雨呢，只能告诉大家说，真的会持续的在下。好，按照刚刚梦洁所说的，以及现在气象署提供的预测路径，周1到周4都有暴风可能会影响，而且台风假的问题哦，如果说它甩进来的雨或是进来暴风圈的范围比较多，也有一些观众朋友会问，那么台风假有没有可能不止放1天呢？好，没错，这一颗台风呢，可以说它的暴风圈呢，有机会在礼拜2的时候会笼罩我们整个台湾，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它一直在蓄力，所以它非常的胖，所以现在就关系到它的路径怎么走。好，它路径怎么走呢？你看各国是怎么来预测的，包含我们的气象署啊，还有欧洲、美国模式预测呢，其实它并不会登陆，而是从东部的外海旋转往上，就直接歪走了。好，但是你看到啊，其实还是不排除登陆的。这边有一条线，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中国气象署他们的预测，认为说它还是有可能会登陆，而且会从屏东登陆，那么在台东、花莲之间会出海，因此呢，它并不排除会登陆，而且呢，它整个台湾呢都有会受到风雨的影响。那我们说这个台风啊，它为什么可以持续的在增强呢？因为它的环境非常的好。我们透过下一张是海温图可以看到，你看到啊，这个山陀儿它现在就在这个地方，而它附近呢红彤彤一片，那这代表什么？附近的海温非常的高，来到多少度？30度，而且你看到它旁边这个深红色的区块就是31度，所以可以说它发展非常好，再加上说现在啊是垂直风切相当的小，所以它聚集的这个云簇并不容易被吹散，就会让它呢非常的好来发展。那么继续发展来到了礼拜2、礼拜3，好，就会是它达到一个最强的时候，也就是中台等级。那么呢，也不排除它可能会继续的往上来上收，请观众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全台风雨都会有感。好的，在梦洁解析之后，我们来看看现在在民生物资的准备状况。现在您看到的是在大卖场，周末下午真是人潮滚滚，而业者呢也准备了比平常还要多3到4成的备货量来应战台风。时间交给何荣。好，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连锁大卖场。那可以看到，现在周末的下午时段人潮其实是蛮多的。这是因为今天除了平常要补货的族群，还多了一样，就是要备战防台。即便呢，现在外面天气好像还是没有很明显说台风要来的感觉，不过不少民众已经看到消息说下礼拜2、3甚至有可能会放台风假，因此早周末就来准备要买好这些防台的物资。像我看到旁边这个民众，他是买了满一车。那我们来问一下，今天是有特别要来买防台的物资吗？我们就每个月都会固定来这边，然后就今天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有特别买比较多这样。那有什么是你觉得台风你必备的？泡面啊，零食，然后还有买一些生活日常用品这样。那是不是会担心可能放假的时候，可能就外面餐厅都没开，然后可能市场也买不到菜这样？对。好，我们可以听到不少民众虽然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感觉，但是你看这个泡面是早就已经给它穿边边。那卖场也统计了，除了泡面之外，其实这些新鲜的蔬菜也是热门品项。因为不止台风当天市场可能没开，在台风之后这个菜价可能还会不断飙升，因此也不少民众就会来这边买蔬菜，现在就先给它准备起来。而卖场也统计呢，今天的来客量光早上就比平常多了1成，因此呢，他们也多准备了大约4成的备货量，就是要跟民众一起备战防台。以上现场最新，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绿岛的游客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在南寮渔港排队登船。因为山陀儿台风逼近，游客担心会被困在岛上3、4天，只能被迫取消行程，失望回家。机场大概多久啊？
3天吧，这也没办法了。之前会这样子，今天浪况怎么样？不太好。哦，不太好，有度吗？山陀儿台风来势汹汹，不止到绿岛玩的游客很紧张，居民也赶着回家防台，担心航线停驶就要好几天后才能再回绿岛。空中跟海上都会断掉3、4天哦，大概10月1号左右才会开了哦。对，还要看天气情况。如果有过来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到礼拜2，看有没有开航。工作人员搬运一箱箱的蔬果粮食送上客轮，即将运回绿岛。因为台风即将来袭，恐怕会造成岛上物资短缺。另外，绿岛民宿的业者和小帮手们也赶紧做好防台措施。航港局指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考量航班行驶安全，9月28中午过后到10月2号，台东往返绿岛船班将会全数取消。10月3号将会视风浪情况决定是否要开船。另外，兰屿部分9月28到9月30号，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船班也将全数取消。提醒民众注意风浪及天气状况，并做好防台准备。东选510赖威如张永永台东报道。所以我今天最重要的2个目的，拜托局长努力，我们把长春池还给中横，我们把太鲁阁还给世界。行政院长卓荣泰与交通部长陈世凯等人28号一早前往花莲台8线、台9线视察道路的修复状况。山陀儿台风来势汹汹，预估路径可能直扑台湾，而东北部更是首当其冲。花莲的交通在04、03大地震以及凯米台风之后满目疮痍，如今又有台风来袭，令人担心东部的交通是否做好了准备。未来这个天祥以下4个明隧道的工程，相当的重要。那么工期是到115年的年底，但是我看最近在几个月下来，很多的工程我们都可以超前进度完成了。台8线的太鲁阁至天祥段灾情惨重，尤其最近连日大雨，苏花的台9线崇德和仁路段不堪暴雨袭击，陆续中断了交通，就怕这回又成了重灾之地。毕竟曾经在04、03大地震作为救灾基地的金鹰酒店宣布10月即将开业，而届时游客也会开始进入。目前台8线的太鲁阁路段每日放行5个时段，下午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而晚上6点半起则是封闭到隔天早上7点。太管处也呼吁，目前太鲁阁地区地质仍有风险，不建议游客前来游玩。对于靠观光为生的花莲来说，只希望山陀儿别再冲着他们扑来。东森新闻黄一鸣花莲报道。好，没错，台湾最近可以说是台风一个接着一个在生成。燕子刚刚飞走了，现在又有这个叫做山陀儿的台风生成了，就在今天早上8点。而透过卫星图你可以看到啊，它现在呢就在台湾东南方海域这边，重心在这个位置，云系在这边，而跟上面的云系连在一起，有没有出现了一个数字6？好，预计呢它现在会先往西的方向来转，之后往西北方向来移动，预计什么时候最靠近台湾呢？就是落在礼拜2还有礼拜3。我们透过下一张资讯带您进一步的具体来看到，现在它的位置呢就在鹅銮鼻东南方海面620公里的海面上面。好，预计在周日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了它会来往北转，而且在这个时候呢，预计它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等级。现在它可以说在这个海面上这边不断的在打转，速度是非常的慢，现在每小时呢只有4公里而已。那与此同时呢，它也在增强长胖当中，因为你可以看到旁边的数据，它现在最大风速呢，中心风速已经来到了每秒18公尺，而气象署说呢，有可能会在上修来到每秒40公尺，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度台风的等级。所以它什么时候路径怎么走，现在就大家非常关注了。我们透过各国模式预估，你可以看到现在预测它怎么走呢？其实现在是趋近一致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啊，这条线我们可以放大来看，其实各国不论是我们气象署或者是欧洲、美国，都认为说它会是一个擦边球，从东部外海这边北上。
继续往上走。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条线呢，这个是中国的气象局，他认为还是会有可能登陆的，而且登陆点呢就位在这个屏东的地方，之后从花东左右的地区来出海，也因此说这个动向如何，现在可能还要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这个风雨，其实呢，无论它登不登陆都会有所影响，因为我们透过气象署提供的这个降雨趋势图来看到，其实从明天开始，也就是礼拜一，你看到哇，整个东半部红彤彤一片，这个降雨就会非常的可观，而一直来到了周二、周三，就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台风影响我们，除了北部地区，你可以看到东半部以及中部的山区，有的地方甚至已经下到哇，这个是紫的程度的再往上，也就是快反白了。也就是说，它这个雨量真的会非常的惊人，不容小觑。要一直到礼拜四以后呢，才会稍稍趋缓。但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一些降雨的热区，非常的明显。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防台工作赶快做好。再提醒一次，这个山图尔台风已经生成了，而且周二、周三会最接近我们，风雨全台都会有感。以上这一节最近。今天第18号台风山图尔，今天上午的8点已经生成了。来听气象署的最新预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至于到明天开始有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我们先从目前的卫星云图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哦。好，首先是这个红外线红外线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在整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有2个比较明显的热带系统，2个台风，一个是昨天下午形成的第17号台风燕子，它距离我们比较远大约离我们台湾大概是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会往东北方向移动，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不过至于在我们东南方620公里地方的第18号台风桑陀尔预计在今天到明天，它移动速度是稍微缓慢一些。不过接下来会逐渐转为向西北，然后慢慢转北北西，接近我们台湾的近海所以到了下周一、周二、周二、周三这3天就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好，那如果以近一点的可见光的云图可以看到其实台风的环流云系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强。那外围其实都有一些云系，包括它北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流。那台湾这边今天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所以陆陆续续在桃园以北还是有一些云量，有一些降雨一阵一阵的移进来，可能在部分的大台北地区或是在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以今天目前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其实从昨天以来，大致上陆陆续续在桃园以北或是宜兰、花莲地区都有一些局部的降雨的情形发生。好，那我们先从今天、明天的定量降雨来稍微看一下。这是今天的定量降雨的情形，主要在白天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但是中南部地区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包括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中部比较靠山区的地方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的。而到了晚上，其实在我们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降雨还是会持续，可能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雨势也有在基隆北海岸或东北角这边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所以如果在迎风面朋友也是要留意。今天、明天天气就比较不稳定了。像明天的状况，明天白天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持续有这种间歇性的阵雨，而且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况。中南部的降雨大致上还是以靠近山区的午后雷阵雨为主。好，这是明天晚上的这段期间，因为明天这段期间开始台风外围的云系会逐渐接近，所以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这边的雨量、雨势应该会越来越多一些。好。那再稍微讲一下目前有2个台风的状况，一个是比较远离我们的第17号台风燕子它的状况大致上会从距离我们2400公里海面上往东北移动，然后靠近日本的东南边海面，对我们是比较没有影响的。不过要留意这个山陀尔它未来的动向，因为它在这边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然后再慢慢的接近我们台湾的近海。而且它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的可能。我们以放大的这个山陀尔台风的路径来看，目前我们的早上8点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那今天到明天这段期间，它移动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可是这段期间它也会增强的比较快速，预计明天就有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
好，到了明天之后，它会慢慢的开始往西北移动，而且到了周一这段期间，也就是30号的这一天，周一的这一天，好，来到我们东南边的近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受到它的影响。那周一这段期间，我们的东半部地区可能就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各地的风雨也会逐渐增强。而至于到了周二、周三，也就是1号跟2号这段期间，也就是到了周二、周三，应该是1号跟2号这段期间，也是来到台湾的我们的东边的近海这边，也有可能路径有不太确定性，也有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一点，或远离台湾一点。这个时候对我们的风雨影响就会有是这个路径不同的情况，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好，最后是到了周四的时候，台风会逐渐的远离。好，所以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会落在周二、周三。那周一的话是逐渐接近，风雨是逐渐增大的过程。好，那除了刚刚已经看过今天跟明天的定量降水，那大致上可以看一下后续的雨量预估的情形。然后刚刚讲到周一30号这一天，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东半部或者在大台北地区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风雨的状况。那雨势在大台北到东半部恒春半岛这一带，周一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况。所以东半部的朋友或者是在大台北东侧恒春半岛的朋友，可能在周一的时候就要留意这种短延时强降雨雨势比较大的状况了。而到了周二、周三，整个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点，其实各地都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甚至局部豪雨的情况。我们现在还是预估在北台湾、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在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整个雨势是非常大的。那其他地区，包括像中南部的平地或是台东地区，雨势其实还是有不确定性。虽然目前预测可能没有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但是还是要视台风的路径而定。如果台风再靠近一点，它的雨势就会相对的比较大就是如果贴近我们东边海面一点，所以整个路径呢，它还是有不确定性，它也有可能是从东边的海面北上，那也有可能从近海。那也有可能会比较贴近我们的台湾南边地区，所以这边的雨势还有不确定的情形所以要多加留意周二、周三的天气状况，请大家要随时注意我们最新的台风资讯。而至于到了周四之后，10月3号这一天，我们预估台风已经会来到我们的台湾的北边台湾的北边之后，大致上它的环流外围的环流会变成是一个偏西北风、偏北风的环境。所以它的雨势呢，可能还是在北部地区稍微大一些，中部以北、东半部会有一些雨势，但是降雨在周四之后会逐渐趋向比较缓和的天气形态。而至于这个台风到后面呢，其实远离之后，我们的北边其实会有一点点东北风，比较凉冷的空气南下，因此温度影响部分，前面在台风影响之间，它的低温降幅并不大。譬如说在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台风影响的时候，主要是各地的高温略微下降，但是低温大致上都还有25度到26度。我们看北部这条白色的线，到了周四、周五的时候，它的低温会再明显下降一些，也就是台风北上远离之后，我们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到时候温度可能会降到22甚至接近20度的情形。这是后期台风离开的时候。不过在台风影响这段期间，它的温度因为下雨的关系，整个温度高温没有很高，不过低温还没有到很明显的下降。所以还是要提醒，风雨期间影响比较大期间，周一、周二、周三远离之后呢，大致上会有东北季风下来影响，到时候北台湾可能会有稍微转凉的感觉。好，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整个台风的路径其实还是变化变数还是比较大一些，也有可能再往台湾靠近来一点或远离一点，整个情况下雨的情况都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时间点大致上是类似的。周一接近整个东半部大台北地区，风雨就逐渐增加，可能有局部豪雨的状况出现。而至于周二、周三是影响最大的时间点这个时候各地的风雨可能都会比较大的情形。那以这个周末的天气来说，北部跟东半部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来。对，然后最后就要留意，其实从今天开始，沿海呢，我们台湾附近沿海就开始会有强阵风了。随着台风的接近，整个强阵风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另外，在明天周日开始，各地可能开始就有长浪发生的情况，所以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然后到了下周一，如果台风要逐渐接近的时候，
也请大家就尽量减少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今年第18号台风山陀儿预估今天就会生成来势汹汹。目前7大 AI 预测模式都将这个预测的路径往西修，甚至很有可能会从南部登陆吗？影响最关键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把时间交给梦洁。好，没错，圆圆，确实这一颗准山陀儿台风呢，它对于台湾来说可以说是步步进逼，路径呢往西来修正，也就是说距离台湾的位置是相当的靠近。那么先看到它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一个地方，是在俄伦比东南东方600公里的地方，现在方向则是南南西来移动。好，现在它现在速度呢，虽然现在是有一点点慢的，你看到呢是每小时11公里哦，昨天呢是15公里左右，所以它是现在有比较变慢。现在呢，在这个南部的地区这边还在打转当中，但是呢，它的中心风速呢，虽然说现在还是在每秒15公尺的程度，但是呢，气象署预报，其实它可能会继续的往上来修正，来到每秒40公尺，也就是达到中台等级的这个程度。而它预计呢，你看到这个路径哦，要是不变的话，会这样子往北上来走。也就是说呢，它关键时间点就在周日，因为它在周日的时候呢，预计它会来北转。那么呢，在周1到周3呢，就是它陆续最接近台湾的时间。你看到就直接在东部外海的这个地方。那现在看起来它好像是不会登陆，不过其实呢，它对于东部还有北部来说，可以说是风雨会非常的强烈。而我们透过下一张的图表资讯可以来看到哦，如果说从这个欧美模式来看到的话，你看到欧洲模式是不排除它会登陆的。周一时间呢，在上午10点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一个地方，跟刚刚说的地方差不多。但来到了周3的凌晨1点钟的时候，你看到它其实这个暴风圈的中心已经碰触到南台湾，也就是屏东县的位置了。而且预估它会怎么走呢？会一路的贯穿台湾，等于说劈开台湾往北来走。那预估现在呢，可能会是从宜兰来出海，也就是说它会整个把台湾给劈开来。对于全台的风雨上面呢，可能都会是一个非常具有威胁的。但是呢，美国模式怎么看呢？其实跟我国气象署推估的比较一样，就是说它现在在这个南部这个地方打转之后呢，其实它会做一个像是擦边球的感觉，从这个东部外海一路打转就往北，但是呢，它并不会直接来登陆。但我们刚刚就说了，就算它不会登陆，但是对于东部还有北部这个风雨来说，会非常的强烈。好，看起来这个山陀儿是非常的不友善啊！暴风圈笼罩之下，是不是很有可能全台湾都得考量放台风假呢？梦姐，好，没错，这个每次台风要来，大家就会关心到底有没有台风假可以放呢？现在我们先从各国的这个模式预报来看。好，你看到，其实旁边这边是这个燕子台风，但是呢，它距台湾的位置比较远，所以我们现在呢，先不讨论它，先看比较近的这个 TD22，也就是我们说的准山陀儿台风。我们看到这一个红色的路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欧洲模式，看到这个线画出来就比较明显了，它可能会这样子劈开台湾。但是你可以看到其他国家是怎么说的呢？像是日本是这条这个墨绿色的这条线它觉得是会往上来走。那么美国模式呢也差不多，所以看起来这个各国预测呢，他们的这个路线呢，现在比较趋近一致的呢，是认为不会登陆，但是呢，通通都是会从这个东部外海这边来掠过。所以我们刚刚才会不断的强调来说，东部还有北部这个影响会是最剧烈的，而且无论是风还是雨都是一样的。好，那么从下一张这个暴风圈它可能侵袭的几率来看看的话，好，你看到这个是它可能这个影响到暴风圈，影响到台湾的这个整个这个笼罩的范围，可以说是几乎把台湾都给包覆住了。台湾在这个地方，而且是来到时间1日的凌晨2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台湾整个给包覆住了。实际数据呢，我们看到旁边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目前最高这个暴风圈可能侵袭的地方，在兰屿还有绿岛都达到了80%以上，而东部北部呢也突破了70%。所以说这个防台工作一定要赶快做好。但是呢，这个山陀儿台风对于台湾的威胁逐渐变大，它的动向可能还会有变化，请您要持续的关注。好，以上这一节。周1、周2、周3这3天就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
今年第18号台风山陀儿周六早上8点生成，预估路径会有 V 型大回转，北上朝台湾步步紧逼，过程中也持续增强长胖，接近台湾时可能达到中台等级。气象署预估山陀儿可能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不排除7级暴风半径可能笼罩全台。其中美国模式与气象署类似，认为台风中心擦边过不会登陆，但欧洲模式认为山陀儿可能从屏东登陆，一路往北直劈中央山脉，然后从宜兰出海。另外，包含辉达、Google、微软等全球7大 AI 预测都指出山陀儿会对台湾造成影响。更有专家预估，如果全台都纳入路警范围，都有可能放台风假。周2的这个时间点它的台风暴风半径预估7级风可以来到250公里。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大的。看看气象署的暴风圈侵袭几率，离岛的兰屿、绿岛首当其冲，本岛也都在60%以上，其中基隆、双北、宜兰、花莲、台东、屏东则有70%，而且雨比风更让人担心。在北台湾、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在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秋台最怕的就是跟东北季风共伴。从卫星云图来看，山陀儿台风北边有一条长长的对流云带，跟台风形成一个数字6，就代表山陀儿加上东北季风。周一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不止东半部、恒春半岛、大台北地区东侧也要防雨。不过它的变数还是蛮大的。也有可能会比较贴近台湾，甚至远离台湾。气象署预估最快周日上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一发路警，而台风影响台湾最强的时候落在周2和周3，提醒民众别轻忽。东森新闻吴彦居、蔡梦俊台北报道。走廊一早人潮塞满满，手中新鲜蔬菜一买就是好几大袋，不少民众把握台风前周末要来抢囤菜。像这样1斤90元的高山高丽菜，一颗就要将近400，葱一把则是180。有些民众问到，已经觉得好贵好贵，不过就担心台风来会再涨，只好忍痛买下去。中秋后，蔬菜价格逐渐回稳，蔬菜每公斤平均批发价甚至一度回到40元以下。但受到上周全台多处大雨影响产量，27号批发价又飙破50元，尤其叶菜类涨得凶。菠菜也蛮贵的啊，震惊的是那个芹菜。芹菜小小一把小小一把1斤就要90块，赶快买一些，要不然下礼拜下不了手。比较贵的还是葱，又不能断粮，所以就一定要先准备好。包含青江菜每斤60到70元，空心菜、小白菜每斤45到60元，平地高丽菜单颗逼近300，高山的甚至要快400，平均比上周贵超过30%。台风后恐怕还要再涨。客人本来就听到台风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抢啊，所以会涨。最好是不要来啊。真的我很担心，因为客人已经像那个餐厅自助餐的话，他们真的有点吃不起，真的。不止蔬菜受雨量影响，水果也是涨不停。火龙果每斤100元，芭乐更涨到130，就连相对平价的木瓜和香蕉也涨到50元以上。多，这一颗称起来要120哎，没货啊，烂啦，失水啦。原本预计10月中价格就能逐渐回稳，但台风山陀儿来势汹汹，多数人就怕现在不买，之后想吃荷包恐怕会更痛。登选吴梦颖、林恒荣台北采访报道。